终于要来做汉堡了，今天来弄碎肉、牛绞肉。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比较基础的 mash burger， 非常 comfort， 一定要 comfort 到。光吃这个面包你就会很爽，用力压它，所以它就叫 mash burger。只做基础的汉堡看起来好像无聊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做一个很厉害的酱，可是它会让你的汉堡整个变得非常厉害，会比你去外面素食店买的便宜很多，也会好吃很多，超好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火星主厨的微微之旅。今天呢，我们戴手套，看起来就是要弄肉，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弄大块的肉，今天来弄碎肉、牛绞肉。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比较基础的 mash burger， 这个 hamburger 这种东西呢，他们最早其实都是 mash burger， 所谓 mash 就是压扁的那种汉堡。只做基础的汉堡看起来好像很无聊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做一个很厉害的酱，汉堡加的这个酱就没什么问题啊，大家都觉得好吃。绞肉的话呢，因为它一开始还是一个蛮松散的一个状态啊，所以你很难捏成球，然后你也很难捏成汉堡，所以我们会稍微把它压一压，让它稍微乳化一点点，稍微的乳化。那有些人坚持就是说不要乳化什么的，那我是觉得也是可以啊。那我的话，我会希望它稍微有一点点乳化，毕竟台湾大部分都是买冷冻的绞肉比较多，如果要有加脂肪的话，买好事多那种就是比较全瘦肉的就比较不好吃，那你还要去加脂肪麻烦，这样会稍微拉丝。这样有点稍微拉丝的感觉就可以了。Mash burger 的话大概90克，差不多就好了。这样子稍微搓成球。要做几份？4份吗？防止我等一下发生什么状况。就这样，我们会放在 tray 里面。那在做 mash burger 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做酱。那我们先拿个酸黄瓜，酸黄瓜呢，我们先把它切成小丁，其实就是切碎啊。那你也可以用。就是食物调味机打，所以只是会打到可能会太细，要自己注意一点点。好，就像这样子切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酸黄瓜片儿切的话，不用切太厚啊，切薄一点，除非你喜欢那个口感。对，那我喜欢切成条的，摆起来比较好看。那你也可以切成圆的，可是有时候会掉出来，吃一次会掉出来，很讨厌。那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切洋葱，这个因为是要做酱的，所以我们洋葱是切洋葱碎。你如果说你今天做汉堡的时候要生食的洋葱的话，记得最外面那一层要剥掉，不然它会很辛辣。所以我觉得剥洋葱就通常我都是习惯用小刀啦，这样可以直接插到那个洋葱皮下面，比较好剥，不用指甲在那边抠老半天。要做酱这个洋葱大概只要1/4颗，看大小大概40克啦。你觉得这样有40克吗？认真一点，68克，管它的，把它切成碎丁。那看我这个不要的话，这样刚好40克计划桶。这个我们等一下要炒的，先放一边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切一些配汉堡的洋葱丝。对，你也可以切成洋葱圈啦，可是我觉得洋葱圈有时候太辣。那洋葱丝的话，我们要先把这个下面这个蒂头，因为它会连接在一起。如果你切丝的话，这样子会就是不够，先把它切掉。如果你是要直接生食的话呢，我们不希望它太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它进到我们的水里面去泡一下。对，我们先准备一盆水，然后把它泡进去。好，那这个洋葱已经泡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拿起来沥干，然后冰起来就可以用。对，冰过后也比较不会辣啦。通常就这样水倒掉沥干，这样摆着，让它慢慢沥。好，那我们来切生菜，蒂头周边黄黄的也把它拿掉。对，这个芯把它拿掉，然后我们这样切丝。像这样子，切成这样子，一丝一丝，你到时候会比较好包一点，就比较不会散出来这样子。这个酱其实蛮简单，只有一个麻烦，就是一个麻烦，就是你必须要先炒葱，葱火不用太大，也不用太小，然后我们加一些油，今天我们使用的是 Gusto 的锅子，蓝钢锅，然后我们油不用等它很热啦，就可以把洋葱丢下去了，因为我们是要慢慢把它炒软，把它炒到软软的。不要炒焦啊，不要炒焦，所以火不要太大，中小火，也不需要加盐，不需要调味，都不用，把它在里面让它铺平，要把它炒到软软的，然后透明，所以不能火太大，火太大一下就焦了。你看这个火太大一下就焦了，也不需要炒成那个焦化洋葱，不用，洋葱已经透明的，然后表面有上一些金黄色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让它太焦，就把它盛起来。
然后这个洋葱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凉才可以拿来做酱，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摆在那边，或是拿去冰箱都可以，反正就是要放凉就对了。那我们现在完成我们的汉堡酱，今天大概是120的美乃滋，然后60克的黄芥末跟60克的番茄酱。不要再叫我自己用手打美乃滋，不要，美乃滋加进去，用挤的方便就是你比较不容易称错。差不多了，好吧，120。你也可以买那个英式那种白的美乃滋也可以。然后这个是黄芥末，黄芥末它有时候会有水，又是会水会分离，就把它摇一摇。好吧，60。番茄酱一样60，你也可以直接淋番茄酱，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刚刚这个酸黄瓜，我觉得这个量可是不用加一整根啊，我觉得半根、1/3根就好了。然后加入我们的刚刚炒的洋葱，然后把它就搅拌均匀。如果说你刚刚洋葱没有放凉的话，美乃滋就会有水分离。加一点点胡椒，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加一些盐，把它搅拌一下。那有些人还会再加一些其他的配方，那这就是一个很 basic、很基础的酱。这酱你要让它更好吃的话，你要稍微放一下，对，大概放个20分钟，它味道会比较融合一点。终于要来做汉堡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这个汉堡呢，把它切2半。这是我在大卖场买的，它虽然已经切了一个切口，对，可是我们要把它切开来。刀子不够力的话呢，就拿那个叫什么？面包刀，然后面包上面呢，我们要先涂一层奶油，对，我们要做一个很美式的风格，最好是把奶油融化掉啊，用刷子刷上去，不要吝啬，好不好？不要小气，给它涂下去就对了，不要吝啬你的奶油。去那个早餐店，它还是涂一堆美乃滋啊，两边都要涂。那你不要奶油也可以，你可以用植物油、橄榄油这些的也可以，对，只是味道就会不一样，也不是不好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就是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，吃了都会comfort到。好，先丢一点，开火，中火，薄的铁锅很快就热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放下去，转一转，两个都放下去，这样子轻柔一点，不然你汉堡会被压扁扁。压的目的是让它能够均匀啊。这个 comfort food 有一个公式，就是要蛋白质、脂肪跟淀粉，尤其是精致淀粉，越精致越好哦。你看，稍微一点点冒烟可以了，漂亮。所以你这个火不用太大，焦到已经可以了。像我现在已经关火，再回去回热一下，那你就会变得更漂亮。一定要先弄面包，因为你汉堡肉一煎好，你一定想赶快把它组合起来。把它面包煎过之后呢，还有一个好处是你的面包等一下不会太容易太湿太软。它有这样的好处，第一个就是它的脂肪、蛋白质跟油已经先结合了，光吃这个面包你就会很爽。我们等一下要非常非常 comfort， 那先把它放凉一下，不然这实在太烫了。那我们就来煎肉。煎肉用大火，然后我们的 mash burger， 我们稍微再把它压一下，然后不要太容易散掉。压了之后呢，把它放上去，然后呢，找一个东西，这个我会垫一个这个纸啊，就是因为我要压它，所以你看用力压它，所以它就叫 mash burger。你看这件事情，你去那个早餐店，你看阿姨做很多次了，然后煎到什么程度很难说。重点是要把它煎脆，那我们再放另外一块上去，动作要快啊！拿一个烘焙纸就可以做这件事了，狠狠的压它没关系。然后已经快要好了这一块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够不够，还可以再一下，因为汉堡很油啊，就算是用这种铁锅，你也不太需要加什么油。我们 mash burger 重点是要把它煎脆，然后翻面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放 cheese 上去。那我们今天加的 cheese 呢是橘色这个 cheddar cheese， 白色是 mozzarella cheese。先放一块 cheese， 放 cheese 上去，cheese 就会因为它的热度开始软化，然后我现在可以盖起来，让它去慢慢的烤它、蒸它，用里面的温度。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加水，你去蒸它。这片 cheese 因为它比较厚，比较难起来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把这块已经熟的，把它放上去，用两边的温度一起加热它，再盖一下。看，你可以看到起司都已经融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趁它在煎，放一些生菜在上面，不要放太多啊，放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放酸黄瓜，一点点洋葱，好，走过水的洋葱。这个时候我们的汉堡就可以起来了。然后这个
我们刚做的酱1汤匙就好。1汤匙其实真的没几毛钱，可是它会让你的汉堡整个变得非常厉害。1汤匙，然后盖上去。好，那我们来吃汉堡，自己一整个吃好像有点太罪恶了。这是给你们的 comfort food， 是给我的，我已经老到不能 comfort。肉汁很多，啊，我来吃了，就有点像大麦克，对不对？可是酱不一样啦，大麦克就是 ketchup， 大麦克中间还有一层面包。对哦，所以这是双层牛油吉士堡，豪华版。豪华版。我女儿超爱吃双层牛油吉士堡，看开始逼了。好像大麦克的味道，可比大麦克好吃太多。我不是要臭麦当劳，它真的超方便，我也常常吃。可是现做的没办法，这个酱啊刚刚摆好了之后，它现在已经不会那么酸，味道很融合。手一摸就都是汁，都是肉汁。Mash Burger 是可以把汉堡弄到全熟的，理论上啊，法规上面规定汉堡肉都要全熟。全熟的定义大家看着办。超好吃，所以它现在炒起来吃起来超像大麦克的，超像大麦克。你中间加那层面包，会更像。中间加多一层面包就是大麦克，对你来说应该再咸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喜欢的话，可能再加一点。帮我加给你看看，因为我想说cheese已经够咸了啊，试试看是不是对了？这个就是跟我去美国吃那个 In-N-Out 一模一样的味道。是假的 In-N-Out 他们也是 Mash Burger 啊。哦，对，In-N-Out 也是 Mash Burger。对啊，你刚去美国好爽，去吃汉堡。来这边又吃汉堡了。我觉得这酱还不错，虽然可以再进化一点。这样比较简单。对，这个大家比较学得会。如果要再多一点的话，我会加 paprika， 加其他一些配方、一些秘方，不告诉你。所以面包我觉得很重要，所以我会花成本在面包。那肉的话，台湾的牛角肉的确难取得一点点，不太好买。那你要买的话，下面有。那我们是讲好，你不要跟我说你要几比几的，没有，就是一样，适合你万用，就这样，大概就是70-80的瘦肉比例。我们刚刚说要给大家看这把刀子，没看到，就切完。我觉得放2点，风味比较有层次。放2点，那个 cheddar 的味道没那么重，就很烟熬，而且洋葱又不会太呛，跟最后一半。大家还是加个盐，知道吗？吃汉堡还是喝可乐。我们要总结一下，是不是不难吃的牛角肉？对，然后你要去买一个好的面包，最好是布里欧面包。但你其他的什么比较好的吐司也可以，其实可以，会卡牙龈的那种，我自己没那么喜欢啊。然后我们今天用的是2种 cheese， 一个是 cheddar， 一个是 mozzarella。因为我们今天教了大家一个很简单可是非常好吃的汉堡酱，它我觉得拿来沾鸡块其实也蛮好吃的。炸鸡这些的这一种就是汉堡，每一种汉堡几乎都可以用，有点酸酸甜甜，然后又有点点美乃滋的味道的汉堡的酱。对，你喜欢这种味道的话，这汉堡酱非常非常的百搭。然后我觉得重点可能是压的时候，你在压它的时候要把它压紧一点，因为肉它在加热的时候，它蛋白质会紧缩，所以它会稍微再变厚一点点。所以你在压的时候可以稍微用力一点，比你想象中用力一点，然后会慢慢缩进去。其实它不用一直都开着大火，一开始我会开大火，然后等你在蒸起司的时候，可以把火调小啊。然后如果你希望它蒸的比较快，你可以加一点点水去让它蒸，对，把起司给烤软，瞬间烤软这样子。也可以像我刚刚那样子，把它就叠过去这样子，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反正这个酱很简单啊，那你们真的不想做的话，可以下面留言，然后看会不会做一批，就是给大家买啊。如果我做的话，应该不是这个味道了，我做的话应该加一些好玩的东西。合法的咖啡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有好吃的东西好不好？汉堡这个有趣的东西，我们会再做一系列。对，那如果大家买牛角肉啊什么什么的，在底下有。如果大家有更多做汉堡的想法，或者是有更多问题的话，你在底下留言。这是一个 basic， 不要在底下说我觉得这个不够高级，这是一个简单大家都学得会的。
这就是最简单的方法，然后大家都做得到，会比你去外面素食店买的便宜很多，也会好吃很多。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法、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加我们的赖社群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会回答你有趣的问题，然后我们的团购啊什么什么，或者我们卖的商品，都会先丢在那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抖内，也可以加我们频道会员或者抖内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有趣的影片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